对伊藤雄彦来说，陪着菜菜子背井离乡到华夏定居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双腿恢复如初，不想留在日本惊世骇俗，另一方面便是盼着女儿能够早日与叶晨修成正果。菜菜子放弃日本，来到金陵投奔叶晨，也是因为追求真爱，所以父亲的这番话并没有让他面红耳赤，反而让他感觉到了莫大的支持。因为父亲刚才那番话可谓是已经全力以赴，只要自己能嫁给叶晨，父亲甚至已经不在乎整个伊藤家族将来姓谁名谁。若自己真能与叶晨步入婚姻殿堂，整个伊藤家族便是父亲送给自己的嫁妆。自己嫁给叶晨之后，不仅自己要冠夫姓，改为姓叶，将来无论生男生女也都姓叶。那伊藤家从自己这一代就算是彻底消失了。可是如果自己没有认识叶晨，以父亲以及日本那些大家族的惯例，伊藤家族一定是要招赘的。日本的赘婿要比华夏的赘婿更没有尊严，因为他们不但入赘之后生的孩子要随女方姓，就连赘婿自己都要改为女方姓氏。那样的话，伊藤家族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，继续开枝散叶，而不是到了自己这一代便戛然而止。想到这里，菜菜子感动之余也有些伤感，轻声问父亲：欧多桑，若是不招上门女婿，伊藤家族可能就不会再有下一代了。您真的能接受吗？伊藤雄彦微笑着说：只要在欧多桑眼里，你真的嫁得好，那欧多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需要传承的不只是姓氏，还有血脉，只要能将血脉延续下去，姓氏没那么重要。言罢，他感叹道：我们伊藤家族曾在多年前招过一位上门女婿，对方便是牺牲了自己的姓氏，入赘了伊藤家。当时的伊藤家主为了防备他将来让伊藤家族改姓，还追杀过与他有染的女仆和私生子。你看，就算是招了赘婿，也并非真的那么省心，也要防来防去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索性不在乎了。而且叶晨真的是世间罕见的好男人，你若是能嫁给他，欧多桑哪怕立刻死掉也是含笑九泉。至于伊藤二字，不要也罢。伊藤雄彦说到这里时，菜菜子眼眶已经有些泛红，轻声呢喃道：谢谢欧多桑。而伊藤雄彦这时忽然笑呵呵地说：当然了，我们拿真心换真心，你将来要是真嫁给叶晨，再给他生4、5、6个儿子，我就算跪在地上求他，也要求他允许你们其中一个儿子姓伊藤。说着，他看向菜菜子，认真地问：菜菜子，你觉得叶晨应该会理解体谅我的吧？菜菜子刚才还在感动，一下子又被父亲搞得哭笑不得。生4、5、6个儿子，这是把自己当什么了？人家爸爸都心疼女儿，不希望女儿多生孩子，到了自己爸爸这里，竟然盼着自己生4、5、6个儿子。于是他羞臊地嘟囔道：叶晨君一会就过来，欧多桑要是想知道他会不会体谅你，就自己问他好了。伊藤雄彦哈哈大笑道：伊藤家族的人从不先索要回报，无论何时都要先付出。傍晚时分，叶晨按照菜菜子发的定位驱车来到山河岳，这里在紫金山的东路，倒是距离林婉儿居住的紫金山庄不算远。叶晨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别墅区，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建筑密度竟然比汤臣一品还要低一些，而且是纯别墅区，不像汤臣一品为了容积率达标，还配建了高层住宅。整个山河岳的别墅都是中式别院设计，为了保证地面中式的古典韵味，整个小区采用了人车分流，地面不允许行车，所有车辆都要从地下车库抵达自家别墅的地下室。菜菜子一向细心，所以特地在小区门口等候叶晨。待叶晨到了之后，才坐上叶晨的车，指引他驶入地库。叶晨开车进地库时，一旁的菜菜子犹豫再三，才开口问他：叶晨君这些天还好吗？叶晨摇摇头，一直在闭关，但因为静不下心来，所以没什么效果。菜菜子感慨，一定是因为太想萧女士吧。
叶晨并不避讳，轻轻点头说道，一直在想他会在什么地方，生活过得怎么样之类的，又盼着李探长早日查到线索，所以就无法沉下心来修炼。言罢，他问菜菜子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菜菜子说，前些天回了一趟日本。哦，叶晨好奇地问，怎么忽然回日本了？菜菜子问他，叶晨君还记得菜菜子曾经送给你的那枚玉手吗？记得，叶晨点头说道，好像是你在日本求的。对，菜菜子点点头，道，是在京都的金阁寺求来的。叶晨问他，你该不会又去求玉手了吧？没有，菜菜子有些伤感地说，这次回去是因为金阁寺的住持空隐法师圆寂了，我曾受过他的点拨，所以回去祭拜了一下。叶晨一直是个无神论者，并不信奉任何宗教，所以对空隐法师没有任何了解。听说菜菜子回去祭拜一位佛门高僧，他倒也没觉得有何特殊，只是随口说道，你千里迢迢赶回去祭拜，想来这位法师一定很了不起。菜菜子点点头，空隐法师是全日本最受尊重的法师，他去世时整整活了125岁。叶晨问他，这么高寿，是修士吗？菜菜子摇头说道，不是，他一生痴迷佛学，一生都在参悟佛经和佛学。叶晨倒是有些惊讶，普通人能活到120多岁，实属罕见。不过罕见也不代表没有，所以他也没太往心里去。又问菜菜子，这种国宝级的法师去世，葬礼是不是非常隆重？倒也没有，菜菜子说，法师的葬礼并没有公开，只是在金阁寺内部举办，而且参加葬礼的也都是僧人，我也没有资格参加他的葬礼。说着，菜菜子忽然想到一件事，便道，哦对了，叶晨君为空隐法师主持葬礼的，便是点化过我帮我悟道的景清法师。